有一个地方，佛陀明令禁止人类去投胎，那里人人活到1000岁，从不生病，衣食自动出现，没有贫穷，没有战争，听起来根本就是天堂，对吧？但佛陀说，那里是8难之一，是修行者的死地，去了就等于自断慧命。这个地方叫北俱泸州。佛陀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先搞懂什么是8难，就是8个听不到佛法、无法修行的险恶处所。你看看其他7难是什么？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长寿天、边地、盲聋喑哑、视智变聪。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咱们都懂，那是受苦的地方。可北俱泸州呢？那里的人既不受苦，也不缺福报。一个极乐世界为什么跟地狱并列？这一切啊，要从佛教宇宙观里一个不可思议的设定讲起。经书里记载，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围绕着须弥山旋转的，它高耸入云，山顶住着忉利天的天神，腰部有4大天王各镇一方，它的四周被大海所环绕，而大海的4个方向各有一块大陆，也就是佛经里说的4大部洲，东方的东胜神州，南方的南瞻部洲，西方的西牛贺州，以及北方的北俱泸州。这4大部洲各有各的生态，各有各的众生，各有各的命运。东胜神州的人身形高大，福报强厚，但那里的众生有些傲慢，心思不够细腻，在修行上没有南瞻部洲来得顺畅。西牛贺州的人寿命悠长，也有接触佛法的机会，但总体而言，修行的土壤不如我们所在的这一州来得肥沃。至于北俱泸州，那才是整个宇宙格局里最让人看了既羡慕又心惊的地方。羡慕是因为那里真的太好了，心惊是因为你越了解它，就越庆幸自己没有投生在那里。这个问题，今天我们彻底讲清楚。当你真正听懂这件事之后，足以颠覆你对享福的认知。现在，我想先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一句话：愿我此生得闻正法，不堕迷途。这不只是一个祝福，等你把这支影片看完，你会知道这几个字比任何一种福报都珍贵。好，让我们真正走进这个完美的世界，看看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北俱泸州的地面啊，佛经上说那是地平如掌，大地是平坦的，没有高山险谷，没有泥泞洼地，平整的像是哪位神明用巨手抚过一般。土壤松软芬芳，踩上去像踩在云朵里，每一步都是柔软的回应。那里没有四季轮替，没有你以为的寒冬，没有骄阳暴晒的夏日，气候永远是一种让人感觉刚刚好的温度。树木不需要人去种植，花草不需要人去浇灌，大地自然生长出所有你能想象的植物。树荫宽广，果实甜美，风一吹过，整片林子像在低声歌唱。那里的人不需要劳动，衣食是自然化生的，你想吃什么它就出现了，你需要什么它就在你面前。长阿含经里是这样描述北俱泸州的：其地平正，无有丘陵坑坎，亦无刺激，土地柔软，犹如天衣。又说那里树木自生，果实自落，无有主者，人皆共食，没有私有财产，没有这是我的那是你的之争，人人共享，物资不尽。你觉得这已经够惊人了，还没完。北俱泸州的人寿命是整齐划一的1000岁，不是说有人活800年，有人活300年，那里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活满1000年，然后平静地离开，不多也不少。而且那里的人没有丑美之分，每一张脸都是端严的，每一个身形都是挺拔的，没有我比他好看，我比他矮这种烦恼。人与人之间没有争斗，没有仇恨，没有战争，男女之间也不会专属于彼此，爱情不会变成囚笼，也不会有家暴，见面就是微笑，离开就是平静。
像一池永远不起波澜的湖水。听到这里，有人是不是已经在想，我要投生北俱泸州？别着急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位祖师大德，哪一本佛典曾经劝人发愿往生北俱泸州？有吗？你仔细想想。净土宗劝你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藏传佛法讲同色吉祥山，禅宗讲当下这一念即是净土。但北俱泸州呢？没有任何一位菩萨为他写过一首赞记，没有任何一本经典劝你发愿往那里去。这不是遗漏，这是刻意的。佛陀在《大楼探经》里明确提到4大部洲的差异。当讲到北俱泸州的时候，那段描述读起来让人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。他把那里所有的美好都说了，却对修行解脱成佛这些字眼一字不提，因为在北俱泸州这些字眼根本不存在。为什么？我们一点一点来解开这个谜。第一个致命的原因叫做无三宝。三宝是什么？是佛法僧，是佛陀留下来的教法，是修行的僧团。这3样东西是众生出离轮回的唯一路径。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生在一个没有任何一本佛经，没有任何一位法师，没有任何一座寺庙的地方，你怎么知道轮回这件事？你怎么知道你的善行能累积福报？你怎么知道因果的运作？你怎么知道这一辈子结束之后还有下一辈子？而下一辈子的去向取决于你这一辈子的所作所为，你根本不知道。北俱泸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。佛陀曾经在某一世中发愿，愿我成就佛道之后所教化众生无量无边。但这个誓愿有一个隐含的前提，那些众生必须在一个有因缘接触佛法的地方出生。北俱泸州的众生从来没有被佛陀的光明照到过，不是因为佛陀不慈悲，而是因为那里的业缘根本没有容纳佛法的土壤。没有三宝的地方，就算活了1000年，那1000年对解脱来说是0。这是第一重诅咒，藏在天堂的表面之下，无声无息。第二个致命的原因更深，也更难以察觉，叫做生不起出离心。出离心是修行的起点，它不是一种悲观，不是对人生的厌世，它是一种清醒的认知。我认识到轮回的本质是苦，我想从这个苦中解脱出来。这种心不是坐在咖啡馆里静静的就能升起的，它需要被触发。触发出离心的是苦。你生过一场大病，躺在病床上，那种对生命无常的体会，会让你重新思考我到底在追什么。你爱过一个人，然后失去了，那种撕裂感，让你开始怀疑这世界上有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依靠的。你辛苦了大半生，到头来发现很多努力是无意义的，那种疲惫让你开始仰头问天，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些苦就是出离心的种子。北俱泸州的人没有这些苦，1000年每一天都是丰衣足食，每一天都是风调雨顺，每一天都是平和温柔。这种日子怎么可能升起出离心？就像维摩诘经中宝鸡长者子向佛陀请问，何等是菩萨净土之行？佛陀并没有开示我们找一个毫无烦恼最安逸享乐的地方就是净土，而是直言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。真正的菩萨要在众生的苦难中磨练，在与苦的相遇中觉悟，而不是躲在一个连苦的影子都看不见的地方睡1000年的好觉。但北俱泸州的众生不知道这些，他们只知道今天的果子很甜，气候很宜人，旁边的人很友善，就这样一天过了一天，直至1000年，然后下一世继续轮回。这是第2重诅咒，温柔的让你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最可怕的是它的结局。北俱泸州人的最后7天，福报
是会耗尽的。在佛教的因果系统里，每一个人投生北俱泸州，是因为带着极大量的善业而来，那些善业就是这1000年的预算，每一天的安逸享乐都在消耗这些预算。问题是，在这1000年里，他没有创造任何新的存款，他既没有修善业，因为那里没有困难让他帮助别人，也没有修慧业，因为那里没有佛法让他闻思，更没有修出离业，因为那里没有任何苦难促使他想跳出轮回，所以福报耗尽的那一刻就来了。北俱泸州人在死前的7天会出现一系列征兆，他的身体开始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，鲜花凋谢在他身上，之前那些与他一起生活的人开始自然而然地远离他，衣服开始变脏，食物开始变得无味，他一辈子从没有体会过的不舒服感，在短短7天里全部爆发出来，像是把1000年欠的债全部集中在这最后的7天里讨回来。更残酷的是，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痛苦与恐惧。1000年，他的内心从来没有经历过磨练，他的心智某种意义上是停留在一个极度脆弱的状态的。一个从没受过伤的人，第一次受伤才是最痛的。于是，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，这个在享乐中度过了将近1000年的灵魂，带着巨大的恐惧、惊慌与无所适从，开始坠落。而他坠落的方向通常是三恶道，不是直接，而是因为他心识中从未被清净过的无明，在这个最后的关头成了最重的引力。他没有修行的底蕴，没有正念的护持，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智慧，他带着1000年的愚钝往下走了。华丽的囚牢终究是囚牢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讲一段佛教历史上一个真实的让人深思的故事。唐朝有一位名僧道绰大师，他在讲观无量寿经的时候，经常引用一个对比来警示弟子。世间人常以为有福报就够了，却不知道福报如果没有智慧来引导，就像一个腿很粗的人背负着再多的财宝，却没有方向，最终只是在原地转圈，越走越累。道绰大师说，他见过很多在家居士，生活富裕，事事顺遂，反而比那些历经磨难的人更难打动，更难让他们认真思考生死。此之谓也顺境障道。这不是一句批评，这是一句悲悯。因为那些在顺境中迷失的人本身并不坏，他们只是不知道自己正在沉睡。再说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儿，尽管北俱泸州是人类禁地，但要想投胎到那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你可能会想，既然那里这么多问题，门槛应该不高吧？反正都是去受苦的。错了，完全相反。投生北俱泸州需要的条件叫做上品十善业。所谓十善业，是佛教最基础的道德戒律体系，包括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、不贪、不嗔、不邪见。这10条你可能觉得我大部分都做到了啊，我不杀人，我不偷东西，我也不怎么骂人。但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叫做上品。上品不是说你大部分时候做到了，也不是说你努力在做，而是说这些已经成为你天然的生命质地，是你自然流露的状态，不需要努力克制，不是勉强维持，是骨子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来具体感受一下上品不贪是什么状态。不是说看到好东西你想要，但你忍住了，是说看到好东西你内心根本就没有那种起伏，没有那种想占为己有的波动，就是自然的欣赏，自然的放下，既无贪恋，也无刻意的强制。不嗔，上品的不嗔，不是说有人惹你，你忍住了没有发火，而是说遇到一切你不喜欢的状况，内心根本就没有那种燃起来的愤怒，有的是一种自然的清明，一种平和的处理。这是非常深厚的功夫，
而且光做到这10条还不够，还有一个条件叫做临终正念，愿力指向北距泸州。就是说，你在临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清清楚楚，而且你在生前发愿要去北距泸州，临终的时候这个愿力还在，心还是清明的，然后才有可能投生到那里。你现在知道了，投生北距泸州需要的业力门槛其实是极高的，不是随便哪个还算不错的人就能去的。那为什么这么高的门槛还被列为8难？因为正是因为门槛这么高，才说明了一件更深刻的事情。如果你真的修到了上品十善的程度，你有能力投生到这个层级，你其实有很多更好的选择。你可以发愿往生净土，可以发愿继续修行，以期更进一步，可以发愿生生世世行菩萨，到广度众生。但偏偏有一些众生修到了这个程度，却把最终的愿力放在了去一个最舒适的地方享受上，这才是更深层的遗憾。就好像一个学生考了全班第1，有机会进入最好的大学，然后他说：我不要进大学了，我要去海边租一个小房子，每天看海，享受人生。看海当然没什么不好，但当你具备了那个向上的能力，你却把它花在了停留上。这种遗憾是一种更高维度的遗憾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佛学概念，叫做回向。在佛教的修行体系里，修善业做完之后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，叫做回向，就是把所做的善业功德回向给某个方向，往生净土，利益众生。上求佛道，回向的方向决定了这些善业最终的去处。如果一个人修了很多善业，但没有回向，或者回向的方向是希望下辈子过得好一点，舒服一点，这些善业就会化成人天福报，换成享乐。而享乐是会用完的，用完了还是要回到轮回里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把善业回向给解脱，回向给净土，回向给众生，这些善业就会转化成出世间的资粮，是另一种质地的积累，是向着真正的自由去的。所以说，修行不只是做了多少好事儿，还关乎你把这些好事儿指向了哪里。这个道理其实在世俗层面也说得通。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，他的才华用来追求名利，用来寻求安全感，用来证明自己，和他的才华用来真正的服务他人，用来探求生命的深度，这2种用法长期下来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地方。同样的才华，指向不同，结果不同；同样的善业，指向不同，结果也不同。好，现在我想让你把眼睛从遥远的宇宙图景上收回来，看看我们身边。北距泸州离我们很远，但微型北距泸州其实就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。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？或者你有没有某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人？生活没什么大问题，工作说得过去，吃的喝的都有，每天上班下班，回来刷一下手机，看看短视频，刷刷购物车，追个剧，睡觉，明天一样，后天一样，一年一年的就这样过去了。没有特别的痛苦，但也没有任何改变，没有让你崩溃的事情，但也没有让你真正觉醒的事情。这就是现代版的北距泸州。算法推荐就是那棵医树和香稻田，它知道你喜欢看什么，就无限供应给你，让你永远都有新的内容可以消费，永远都不会无聊到需要去思考。娱乐至死这个词，媒体批评家尼尔·波兹曼在几十年前就说过了，但我觉得他描述的那幅图景跟北距泸州的轮廓是惊人的相似的。舒适区这个词我们都听过，也都大概明白什么意思，但我想换一个佛学的角度来说它。舒适区是无明最肥沃的土壤。什么是无明？就是不知道苦的本质是什么，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，不知道这一切现象背后的真相。无明不是愚蠢，很多无明很重的人，智商很高，能力很强，
学历很好，但他们就是对为什么活着，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些问题不想深想，也不需要深想，因为日子已经很好过了，干嘛要自找麻烦？但这个不想深想，在佛法里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。大乘起信论里有一个很精准的描述，说无明有2种，一种是粗糙的明显的无明，你能感觉得到；另一种是细微的如梦如幻的无明，它让你在幸福安乐中慢慢沉睡，却浑然不觉。后者才是最难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睡觉。北距泸州的人就是这样，他们不痛苦，所以他们没有我要改变的动力，他们很幸福，所以他们甚至不认为轮回是个问题。他们的灵魂就像泡在温水里的青蛙，温度是舒适的，没有任何一刻会让他们突然跳起来。那个最后7天的景象，才是1000年麻醉剂散去之后，真相忽然扑面而来的样子。我有时候会想，这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，不是灾难，不是贫穷，而是让一个人在最舒适的状态里，慢慢的、毫无感觉的废掉。废掉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变坏，是停止生长，是一辈子都没有真正问过自己一个认真的问题：我是谁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？在佛法的框架里，一个人如果这辈子始终没有问过这些问题，他下辈子、下下辈子还是会在同样的轮回里打转。北距泸州的众生，就算享受了整整1000年，到头来灵魂并没有长大任何一分。他们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出来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，甚至因为福报耗尽时的巨大恐惧和茫然，出来的时候还不如进去的时候。这不是惩罚，这是因果。因果从来不是一个在天上盯着你，等你犯错的神明在判你。因果就是你种了什么就收什么。你把1000年用来享乐，那这1000年就没有种下任何解脱的种子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你看，北距泸州最恐怖的地方，不在于它让你受苦，而在于它让你太幸福了，幸福到你的灵魂停止了所有的追问，停止了所有的生长，然后就这样悄悄地走向了下一轮的沉睡。反观我们所在的南瞻部洲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，这个有病痛、有失去、有挫败、有眼泪的地方，佛陀在《阿弥陀经》里说了一句，大意是：此土众生多诸苦恼，正由如是苦恼促其厌离，促其觉悟。翻译成白话就是：你们这里的人苦这么多，其实恰恰是因为有这些苦，才能让你们有机会觉醒。苦是礼物，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去追求痛苦，或者要对别人的苦难无动于衷，而是说当苦来的时候，它敲开了一扇门，那扇门后面有你在安逸中永远不会寻找的东西。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大家都听过，他没有文化，一个字不识，靠砍柴卖给别人养活母亲，生活困苦。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，他偶尔走过一户人家，隐约听到有人在诵《金刚经》，就在那一瞬间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几个字击中了他，当下有所悟。他如果是北距泸州人，他就不会砍柴，他就不会走过那扇门，他就不会听到那句经文，他就不会开悟，他就不会是六祖慧能。一切都因为有苦有缺。有一个很少人提到的佛教观点，我觉得放在这里非常合适。南瞻部洲在整个3000大千世界的架构里，其实是最适合修行的地方，不是最舒适的，是最适合修行的。这两件事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南瞻部洲的众生同时具备了几个在其他道、其他州都很难同时拥有的条件。第一，有足够的苦让你有出离心；第二，有能力理解教法。
可以听闻佛法；第三，有足够的自由意志可以做出改变；第四，有佛菩萨愿意在这里实现度化。你想想，地狱里的众生苦是够了，但苦到连思考的空间都没有；天界的众生快乐是够了，但出离心生不起来；北俱泸州的众生两样都有，但两样都不足以推动觉醒。只有南瞻部洲苦与乐的配比恰恰好，苦让你想改变，乐让你还有资源和时间去改变。这不是命好命坏的问题，这是一种精妙的、极难获得的因缘组合。我想在这里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来自藏传佛教的传承，讲的是密勒日巴的故事。密勒日巴是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修行者之一，他在早年的时候曾经运用黑法报仇，害死了很多人，造了极重的恶业。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灵魂将坠入恶道，于是不顾一切地寻找上师，找到了马尔巴大师。马尔巴大师没有立刻怜悯他，帮助他，反而让他在若干年的时间里，一次次地盖房子，一次次地推倒重来，磨他的骄傲，磨他的自我，把他的执着和我慢一层一层地剥掉，直到他痛到不能再痛，苦到不能再苦，才正式传他秘法。密勒日巴后来在山洞里苦修多年，靠着荨麻叶冲击，皮肤都被荨麻枝染绿了，最终得证极深成就，成为后世无数修行者的典范。他如果投生北俱泸州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那个让他求道若渴的苦，那个让他毫无退路的困境，那个把他逼到灵魂深处的绝望，不会有。苦真的成就了他。但我也必须说清楚一件事，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误会，佛法讲的不是苦是好的，所以要去追求苦，那是搞反了。佛法讲的是苦是我们已经身处其中的现实，而这个现实可以成为觉醒的入口。如果你懂得用的话，借苦修行不是去找更多的苦来受，而是当苦来临的时候，不逃避，不麻醉，不用更多的娱乐和消费来填满那个空洞，而是停下来，认真的好好的去感受它，去问它，你在告诉我什么。很多时候苦是一条信息，失去一段感情的苦告诉你，你对这段关系有多深的执着，而那个执着是从哪里来的。失业的苦告诉你，你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。身体病痛的苦告诉你，这个身体有多脆弱，而你把多少的我寄放在这个脆弱的容器里。每一种苦都是一面镜子，北俱泸州没有镜子，1000年里你从来看不见自己，因为一切都太完美太顺了，没有任何摩擦，也就没有任何反射。而我们活在一个到处都是镜子的世界里，你选择看还是选择不看，是你的自由，但机会是真实存在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也是今天最核心的问题。如果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愿意交换，去那个没有痛苦、没有磨难、没有失去，但也没有觉醒可能的北俱泸州，活满1000年，然后带着用尽的福报懵懵懂懂的坠落，还是留在这个乱糟糟，有时候累得喘不过气来，但每一个挫折都是机缘，每一次眼泪都是洗礼的南瞻部洲，好好的把这辈子用来修行。我不是要帮你选，我只是想让你认真想一想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做的选择，其实就是在做这道题。每一次我们选择更多的娱乐来麻痹自己，不去面对那个隐隐的不安，每一次我们用更多的消费来填满那个空洞，而不是去问那个空洞是从哪里来的。每一次我们明明感觉到了什么，却把那个感觉赶走，因为现在挺好的，不想多想。每一次我们都在把自己的生命往北俱泸州的方向推一点，当然反过来也是真的。每一次
当苦来临，你选择不跑；每一次当问题出现，你选择去理解它，而不是绕过它；每一次当生命要求你停下来看清楚某件事，你真的停下来认认真真看；每一次你都在把这辈子用得更值一点。《金刚经》里有一句话，让无数人读了一遍又一遍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句话的意思放在北俱泸州的语境里特别有力量。那1000年里所有的安乐，所有的美好，所有的完美，全部都是相，全部都会过去，全部都带不走。带得走的只有你的心，只有你的智慧，只有你在每一次苦与乐之间真正理解了什么，放下了什么，这才是真正的财富。北俱泸州的人没有这笔财富，他们有的是1000年的租来的好日子，而我们有的是一辈子磨砺出来的可能性。最后，我想引用一段玄奘法师翻译的《瑜伽师地论》里的话来收尾。这段话很长，但有一句浓缩了今天我们讲的一切核心：北俱泸州虽无大苦，然无出离，故为难处。翻译过来就是，北俱泸州虽然没有大苦，但正因为没有苦，所以出离心生不起来，所以是修行的难处。这句话里藏着整个佛法对苦的态度，不是要你喜欢苦，而是要你知道苦是有价值的；不是要你追求苦，而是要你不浪费苦。当你下次遇到一件很不顺的事儿，可以试着换一个角度想，也许这是南瞻部洲给你的礼物，也许这是你的灵魂正在被锻造的声音，也许这正是北俱泸州的人一辈子都遇不到的机缘。珍惜当下这一生，借苦修行，借势练心，不要让自己活成了一个微型北俱泸州，那个一切都挺好，一切都差不多，但灵魂不知不觉在沉睡的地方。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如果你觉得有那么一句话让你有所触动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最有感触的那一点是什么？也请帮我点个赞，点个热推。如果这支影片让你有所思考，请帮我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看到这些内容的人。我们在这里一起守住这个思考的空间，随喜功德，感恩。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。